是迪迦收视率最高的一集，堪称颜值天花板，但却是一场卑鄙无耻的外星游戏。故事开始于这次爆炸，一位身材超好的漂亮姐姐从大火中走出，永别了牢笼。然后又是这个第一集经典夕阳配小燕子1号的镜头，王牌飞行员调查爆炸的原因，一个转场，跟随着相当专业的摄影师镜头。原来是这位从火中走出的美丽姐姐，哇，她的秀发居然还是相当潮流的挑染，和这身衣服真的很配啊。说实话，这身打扮就算是放到现在也完全不落伍。对面小女孩可能是看姐姐看呆了，导致气球飞走了。结果小姐姐微微用力，轻轻一跳，嘿咻，直接放了8丈高，拿回了气球啊！甚至路人们还习以为常，小场面说是。但姑娘似乎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。与此同时，巡逻的大狗突然奥特一激灵，好像听到了姐姐的惨叫声，于是下车开始听声辨位。另一边，小姑娘一路逃到了远离人群的小胡同。这里阴森的打光配合这个逼仄狭小的空间，确实让人很紧张。循着高处望去，这个长相有点非人的兄弟啊，果然不是地球人。下一秒，这个面部变化堪称童年阴影，相当的掉色。木真星人真容现世，哎呀，你个丑八怪，别动我小姐姐呀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大古变成了光，不是，伏羲党如天降神兵，卡点赶到，略微交锋之后，这木真星人显然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怂包啊！直接看情况有点不对，飞身就是尼格鲁打油。事后小姐姐受了点伤，但奇怪的是，她的血居然是绿色的。So ga， 原来小姐姐是国服玩家，这就不奇怪了。两位也是发扬传统，将她带回了基地，这场面有点似曾相识啊，杀气直呼内行。但无奈的是，翻译机仅限于地球语言，因此只能由野瑞录下来手动分析。这回轮到中方指挥充当沟通先锋，一通手势、语言加表情的3重组合技，终于引导小姐姐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中方难得温柔的夸这名字好听，这名字真美。哎呀呀！指挥笑得像一朵花儿一样。此时，另一边与露西亚装束相似的一位猛男也现出了身影，并且手铐一闪，似乎与露西亚产生了共感。而大古触发被动2奥特读心术，让他看到了露西亚心中的怪物，并且把对内语音翻译给宗方。原来露西亚是想求得保护，但坏消息是他还有一个同伴在外面。哇，这张脸真的好耐看啊！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？而绝景在研究陨石碎片时得到了大古的提醒，与上次赤峰山的陨石做了对比，结果居然一致。而且野瑞发现这玩意儿深度解析之后，原来是2个胶囊。啊，是赛尔号玩家。这里大古基本确定2个精灵胶囊分别装着露西亚与另一位逃亡者，但那位可就没那么幸运了，正儿八经的在荒山野岭撞到了木真星人。咦，这小东西长得还是那么别致。基地那边，露西亚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，似乎又看到了同伴浮现在自己的眼前，伸出带着镣铐的手，他似乎感应到了对方这位驾驶着飞船的木真星人疯狂追杀，已然快到了绝境。于是他便下定了决心，故意疏远，甚至攻击真由美。哇塞，这个眼神好 L， 但却并没有真正的下狠手，更多的是不想连累这边的人。而大古突然又一个机灵，再一次闪现来卡点赶到这里纠缠起来，一时不知道该羡慕谁呀。总之就是拦截失败，并没有拉住去意已决的露西亚。这边突然有种鹰眼和黑寡妇的即视感。野瑞根据定位查询到露西亚的目标方向就是发现胶囊的赤峰山，而另一个小天才电话手表的信号也在赤峰山。于是实力队便准备出动前去救援，但此时另一位同伴已然是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，身负重伤，并且再也无所遁形。结果被木真星人一发死亡射线打中，最终没有逃脱必死的命运，化为了沙滩守护者，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手铐，并且被木真星人回收。而晚一步赶到的众人对着沙发的目标分析，这可能是一场杀戮游戏。与此同时，基地那边终于翻译了出来，我们作为猎物被流放到银河系，而手环正是被杀掉猎物的证明，可以说是相当的残忍暴虐。小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可恶。正当大伙怒发冲冠之时，得到了飞船已然跑到旭月山的消息，于是便马不停蹄的赶过去。此时的露西亚也已经被飞船追杀的陷入险境，赶来的小燕子给了飞船几发，但是紧接着对方便突然消失了，原来是基本定位了露西亚的大概位置，于是亲自下来欺负人。而且已经受伤的露西亚终归是没有藏住身形，一瘸一拐的艰难向前走去，好不容易接近了赶来的大古，可惜住手！大古愤怒地冲上前去，连开数枪，而极恶猎人木真星人也终于现出了自己的本体。眼见射力海发枪光子嫩肤对这个庞然大物没有用，怒不可遏的大古顶着蓝色破坏光线就冲了上去，借着烟尘的掩护变身。可以看到这次迪迦的出现背景甚至是红色，与之前的蓝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上来就是一记飞踢，可以说是非常生气了，甚至还给了对面脚步的特写。这里迪迦漂亮转体后的一发连续踢击十分的有力道，相当好看。而且仔细听可以发现，本集的迪迦战吼非常的低沉且压抑。
甚至迪迦想直接撕烂他的嘴，可以说是这么多集以来头一回如此充满了怒气。但没想到这玩意儿还能分头行动，灵活的脖子给迪迦直接肘了下来。但是在迪迦的微操下，一发破坏光线没打着迪迦，反而狠狠的给自己做了一波电疗，看着好像是挺疼的。不过你活该呀！此时迪迦看准机会，一个箭步上去就地取材，抱紧这货的脖子，单手变快乐型。哇，这个单手帅呆了！然后便和木真新人玩起了博人传，狠狠的做了几圈圆周运动，给对面脑浆都晃晕了。最后是愤怒的迪拉修姆光流收尾。伴随着美丽的夕阳，宗方提出了将露西亚像地球人那样好好的埋葬起来。大姑，我们把露西亚当地球人好好的埋葬吧。至少在死后能够给予已逝之人最后的平静与安宁。回顾第14集被流放的目标，这集也是迪迦中收视率高达 9.9 的顶峰回。也许是小孩子也爱看大姐姐，也许是家长爱看，但不论如何，这个成绩可以说放在现在属于不敢想的地步，哪怕是当年也是顶级热度。对于木真新人的狩猎游戏，很多人提到铁血战士，但事实上传统氏族的铁血战士以猎杀强者为荣，更不会开着飞船享受虐杀。如果说木真新人是欺软又怕硬的话，那么铁血战士就是欺硬不看软，而敬畏生命保护弱者却不得，这是大谷气氛的根本原因。他看到露西亚在自己眼前消失，正如露西亚感应到同伴的逝去一样，都感知着同样的悲伤。这并不完美，或者说略显残酷的结局，或许正是编剧想要借由此向我们展现出生命的沉重与严肃。这集的最后，众人在夕阳下的哀悼，与当初第4集再见了地球的场景何其相似。只是相比之下，这次的故事更加的令人惋惜。残阳灿如血，愿逝者安息。最后博主带你回味各种童年细糠，点赞关注，我们迪迦下集再见喽。